泛海控股被惨无人道的退市枪决，千亿级金融巨头就此横尸街头，堪称开年第一残忍灭门案。这起牵涉枪绑前世大富豪的惨案，背后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悲惨童话。本视频通过泛海控股与创始人卢志强的兴衰经历，剖析了改革开放诞生的中国式资本之病。卢志强这个曾经的救世主，如今沦为公敌，其权倾一时的泛海系帝国从巅峰跌入万丈深渊。1989年，26岁的卢志强创立泛海控股。1994年，泛海控股在深交所挂牌上市，是中国最早涉足房地产行业的上市公司之一。在90年代的资本荒漠中，泛海控股是一个绿洲。靠着房地产这个刚需，卢志强的事业蒸蒸日上，累积了第一桶金。踏入21世纪，中国经济腾飞，各地掀起开发热潮。卢志强城市扩张，在北京打造光彩国际公寓等高端楼盘。他在上海创建泛海新世界，在武汉 CBD 布局，泛海的地产帝国在一夜之间搭建完成。2014年，掌舵15年的卢志强突然宣布，泛海系要抛弃房地产主业，改头换面向金融进军。在接下来的4年时间里，卢志强收购入了信托、保险、证券、期货等金融机构，拥有了自己的民生金融系。转型升级成功后，泛海系如虎添翼，公司盈利大幅增长。2015和2016年2度进入中国500强榜单。这一年，45岁的卢志强个人财富达到830亿，跻身中国前10大富豪。而参天巨树的背后，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孕育的富豪圈子泰山会。这些企业家你帮我，我帮你，凭借人脉资本携手并进，卢志强借助他们的助力，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帝国。好景不长，2017年，中国经济步入下行周期。在去杠杆的大背景下，地产和金融行业齐齐缩水，泛海系也遭遇两边开花的境况，房子卖不动了，金融资产却在疯狂膨胀。为了填补金融黑洞，2018年末，卢志强不惜承包下86%的超高负债率。然而高杠杆注定难以为继，加之新冠疫情常态化，泛海系的现金流持续恶化。一场场罕见的诈骗案，让本已负债累累的泛海雪上加霜。2020年，泛海控股因卷入40多亿元的假黄金案，直接导致年度亏损过40亿元。2021年，泛海及旗下公司被中英毅力起诉，追讨13亿元债务。一场史无前例的限电潮也让泛海旗下的证券公司烧毁了大量现金，卢志强开始陷入困境，四面楚歌。到了2022年末，500强外的泛海控股已经资不抵债。2023年上半年，卢志强住了老家的民生银行、高速公路集团纷纷向他追债，号称躺着也赚钱的金融资产民生证券也宣告拍卖。一夜之间，昔日商圈的铁憨憨们纷纷破产清零，无一人再向卢志强伸出援手。2023年底，在退市的惨淡落幕中，泛海宣告失败破产。当初几千亿的帝国，如今变成一文不值。卢志强和泰山会众人的梦想，也在中国的制度框架下粉身碎骨。他们所展现的中国经济活力，最终被无情扼杀。改革开放初期激发的创业热情，在防止精英政治的制度逻辑下土崩瓦解。中国强制推行的公有制改革，让民营企业家们望洋兴叹。卢志强不再是巨擘，他成了被执行人。80多亿的巨额债务，让他在2024年别想高消费。泛海的覆灭，枪毙了商业精神，更揭示出改革到头，中国式资本的内在毛病：没有真正的经济自主权和法治环境，
大鱼终究难以成笼。当初许家印能搞出千亿地产帝国，并不是因为他有多高的商业头脑，而是因为他抓住了一个政策机遇。泛海系覆灭的当下，恒大仍在苟延残喘，可见巨无霸企业的生死全由红色供给侧改革说了算。这就是中国经济最大的系统性风险，没有真正市场化的土壤，企业永远橡树无根。一旦遇到政策风向变化，即便是万亿市值的数字巨人，也难逃被灭门的命运。长期缺乏法治环境是中国企业最大痛点，宁可吃闷亏，也不敢打官司。一旦牵涉了政法机构，就是完完。卢志强被查的内幕交易和信息披露违规，恐怕也是权力风暴中的悲情故事。可见，中国商人最无奈的地方在于，他们连基本的经济自主权都没有。什么是经济自主权？就是企业和资本可以自主选择产业方向，自主调配资源配置的权利。这与政治上的一党专政是南辕北辙的。一旦政策与经济自主权相悖，企业家就会面临两难局面，要么服从但死路一条，要么反抗还是死路一条。卢志强也不例外，他的金融帝国注定会在中国的政策逻辑下自我解构。关于没有法治环境，不仅指的是立法水平与执法机制的粗放，还意味着缺乏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商关系。不打仗、不贪污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的奢侈品。在这片红色沙土上，如果没有特权，就很难卷起什么大风大浪，更别谈常态化持续高速增长。一旦制度红利消失殆尽，泛海这样无根的商业帝国自然遇过地皮湿，金融大鳄也只能任人宰割。中国的市场规则就是缺乏规则。卢志强从房地产起家，靠的就是体制内资源。要不是当年有机会接手政府回购的廉价房产，一个毕业生也做不起什么大波。这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本质，并不是什么勤劳守信的民营企业主体在创造奇迹，而是红色权贵靠改革试点吃制度红利。等到红利期过去，泡沫破裂，民企就只能归于平淡。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泛海金融帝国的崩溃，还是万达陷入债务危机，都可以视为改革开放的光荣成果。红色资本主义推动的爆发式增长注定难以为继。等到第一桶金挣完，民营企业也就失去了政策红利，只能在市场上单枪匹马的艰难挣扎。说白了，中国企业最大的软肋就是没有技术实力，靠的都是汲取廉价土地、人力资源红利，这与真正的商业手段差了10万8千里。等到红利期一过，企业就面临主业虚弱、无路可走的尴尬。卢志强押宝金融行业，本质也是一个没有核心竞争力的无奈选择。类似恒大、万达等民企，都面临着主业单一、核心技术不过硬的积累。等到宏观经济放缓，这些企业高位杠杆式的套利模式就难以为继。正是这种光杆司令的玻璃心态，让民企只要一碰到风吹草动，就心态崩盘，资本衰竭。卢志强让人瞠目结舌的法人财富在几年间蒸发殆尽，这就是改革开放下中国资本的通病。要治本，就必须解决民企的技术积弱问题，否则高杠杆驱动下的管理混乱和风险隐患会让任何帝国都难逃覆灭命运。卢志强也好，许家印也好，都得为自己的无知付出惨痛代价。